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陆仁安，欢迎来到乐活晚年。今天我希望您能静下心，慢慢听，先别急着下结论。我发现很多人一听到说穿什么颜色，讲究什么时辰，第一反应就是这是否有些传统。我常常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如果您真的懂得一点点阴阳变化的道理，了解一些咱们身体运行的规律，您可能就不会轻易说这是传统看法了。如果您愿意花点时间去了解前人传下来的生活智慧，您就会发现颜色它从来就不是一件小事。咱们先说冬至是哪一天？是每年的12月21日。这一天是一年当中寒气最盛，但同时也是暖气悄悄开始萌发的那一刻。旧的一年的气息在这时走完，新的一年的气息从这时开始进来。在这个节点上，您做的任何选择，任何的调整都可能产生比较明显的影响。很多人一整年觉得不太顺利，做什么都磕磕绊绊，未必是其他原因，很可能就是在这些关键的节点上没有注意顺应时节，用错了方法，甚至穿的颜色不太合适。这听起来有点特别，但您接着听我往下说，可能会觉得有点道理。我先讲一个最基本的道理，颜色是什么？颜色就是光。那光是什么？光就是一种能量。咱们前人讲的五行听起来像是抽象的概念，但其实它们就体现在我们每天吃的东西、用的物件，还有穿的衣服颜色里。比如说黄色，它对应的是土；红色对应的是火。冬至之前是寒气最重的时候，冬至一到，暖气开始萌芽。这个节骨眼上最怕什么呢？最怕寒气把那一点点刚刚生发的暖气给困住，让它起不来。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不是衣服好不好看，也不是今年流行什么色，而是您这个人适不适合在冬至这一天借用哪一种颜色的氛围来帮自己把新旧之气顺顺利利的交接好，为来年开个好头。我得先把话说在前面，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在冬至穿黄色，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该穿红色。这就像是调理身体，得看情况。您选对了是给自己帮助助力，选错了那可能效果就不太理想，让自己更不舒服。很多人觉得自己越调理越没精神，问题往往就出在这里。咱们先来说说黄色。黄色对应的是中土，在身体里对应的是脾胃，它的特性是承载，是稳定。什么样的人在冬至这一天最需要这种沉稳下来的力量呢？就是那些这一年来被各种事情压得喘不过气，感觉心浮气躁，心静不下来，钱财好像总是留不住，家里也老是有些小问题，身体呢明明感觉虚，却一补就上火的人。这一类朋友气是浮着的，不踏实。冬至穿点黄色是在帮自己安定下来，把漂浮不定的气给稳下来。我说的黄色可不是那种特别鲜亮扎眼的明黄或亮黄，那是会让人心散的。我指的是温润的沉稳的土黄色、米黄色、鹅黄色。记住一个原则，土要是稳不住，万物都难以生长。那么有哪几个生肖的朋友比较需要在冬至这一天借用土的氛围来帮自己稳一稳呢？我这就慢慢说给您听。您听的时候别光看生肖，也对照一下自己这一年的状态。生肖是个参考，最终还是要看您当下的感觉需要什么。第一个是属牛的朋友。属牛的朋友本命就属土，看起来好像跟黄色最合拍，对不对？但恰恰是属牛的人最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把土气给消耗空了。为什么呢？因为牛的性情就是踏实肯干，能忍耐，一辈子习惯了扛事情，默默付出。你让他去冲锋陷阵，他可能不快，但你让他去承担去坚持，他什么都能扛下来。问题也就出在这扛字上，扛久了支撑他的那个土就被掏空了。我见过太多属牛的朋友，年轻时身体底子好，没事，一到中年各种小毛病慢慢显现，积蓄也难攒下来，家里家外总是操不完的心。这不是其他原因，是根基被消耗的太厉害了。所以属牛的朋友在冬至这一天穿点黄色，主要目的不是求财，而是补本，把根本稳固好了，后面谈财富谈健康才有底子。您如果属牛，冬至这一天穿得沉稳些，颜色柔和些，就像是在告诉自己，我新的一年要先好好的把自己的根扎稳。第二个是属龙的朋友。属龙的人表面上看常常是风光有魄力的，但内里最怕失去平衡。龙属土，但土中带有水的特性，一旦失衡就容易上下的气不通畅。很多属龙的朋友有个明显的特点，想法多，思虑重，晚上睡不好，很有才华和抱负，但总感觉气力跟不上，身体底子有点虚。冬至是水气最重的时候，如果属龙的朋友这天还穿很多黑色、深蓝色这类冷色、暗色，很容易把过重的寒气锁在身体里，来年开春，脾胃问题、关节不舒服或者情绪波动都可能找上来。
这个时候，一点温和的黄色对属龙的朋友来说，就像是一个定位，定在中宫，帮助气机稳定。您不用穿一身黄，只要在心口、腹部这些地方有一点黄色的元素，比如围巾、内搭，就已经在默默帮自己稳住状态。第三个是属羊的朋友，属羊的朋友通常心地善良，性格温和，这是优点。但从气的角度看，心太软，气就容易散，气一散，什么好的运气、好的机会来了，都像沙子一样抓不住。很多属羊的朋友有这样的体验，钱来的好像不难，但去的也快，人缘看起来不错，但真遇到事能帮上忙的知心朋友却不多。为什么？核心就是土不聚气。冬至这一天，属羊的朋友有意识地用一些黄色，是在帮助自己凝聚，把财气聚一聚，把自身能量聚一聚，也把贵人缘分聚一聚。您可能会发现，过了冬至之后，自己做事情开始更有底气，周围人对您的态度和回应也会有一些积极的变化。第四个是属狗的朋友，属狗的朋友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责任感太重。重到什么程度呢？别人不想做的事，他去做；别人不愿扛的责任，他去扛。时间长了，代表承载的土被过度挤压，而代表行动力的火又燃烧不起来，人就会变得特别疲惫，性格也容易越来越固执、倔强。我常跟属狗的朋友说，你不是命里如何，是你太习惯什么事都自己一个人扛了。冬至这一天，属狗的朋友穿点黄色，其实是一个舒缓压力和回归本位的过程，让过度承担的土能够松动一下，回到它原本应该在的提供稳定支持的位置上，而不是一直当那个垫在最下面的基石。第五个是属猴的朋友，很多人觉得属猴的人聪明伶俐，脑子转得快，应该没什么烦恼，这可想错了。属猴的朋友最大的挑战恰恰是气太活跃、太跳脱，想法一个接一个，行动也快，但根基不够稳固，一旦遇到大环境的变动或者压力，最容易心慌意乱，做出错误的判断。冬至是阴转阳的微妙时刻，气场的转换非常剧烈。如果属猴的朋友在这一天还穿得花花绿绿，过于鲜亮跳跃，来年就容易更加心浮气躁，难以沉下心来做关键决策。黄色对于属猴的朋友而言，就像一个刹车，或者说是压舱石，它不是让您变慢变笨，而是让您在灵动之余拥有一份稳重，稳住了，您的那份聪明才智才能真正用在点子上，发挥出最大价值。第六个是属猪的朋友，属猪的朋友常常给人很有福气、很随和的印象，但其实他们最需要注意的是避免过于松散和随波逐流。这不是说他们不努力，而是容易顺着环境走，环境好就好，环境一差，整个人的状态也容易跟着它下去，缺乏一种主动稳住局面的定力。冬至这一天，属猪的朋友用一点黄色，其实是一种温和的自我提醒，该收心了，该把注意力拉回自己身上了，把土气稳住，人才不容易被外界的波澜带着走，才能更好地把握自己的方向。以上这几个生肖的朋友，在冬至这一天有意识地运用黄色，是顺应天时，也是调整自身。但请一定记住我开头说的话，不是穿得越多越鲜艳越好，关键是合适，是那种温和、接纳、稳定的感觉。好了，说完了黄色，我们接下来要讲讲红色了。在讲之前，我必须再说一句非常重要的话，红色在冬至这个时节下，首先不是喜庆色，而是启动色。打个比方，如果您本来已经在快车道上奔跑了，再猛地给一脚油门，车子可能会失控，但如果您是因为熄火一直停在原地，那么这一脚油门就是帮您重新发动引擎，是必要的。所以用红色要看您是不是真的需要被推动。那么有哪几种情况在冬至这一天非常需要借助红色来点一把火呢？第一种是连续3年都感觉状态走下坡路的人，注意，不是偶尔不顺，而是感觉一年比一年机会少，一年比一年没精神，好像整个人被一种向下的力量拖着走。这种状态说明您的气已经沉到比较低的位置了，阳气生发的力量很弱。冬至这一天，如果不用红色从外部引动一下，那一点出生的阳气可能自己冒不出来，来年很可能还是维持现状，在原地打转。第二种是身体长期怕冷，手脚冰凉的人，我说的是长期持续的状态，不是天气突然变冷那1-2天。如果您1年4季都比别人怕冷，晚上睡觉脚很久都暖不过来，这通常说明您身体内的暖能量是不足的。冬至这一天，用一点红色在外面，就像举起一个火把，目的是引动天地间那点出生的阳气进入您的身体，帮助您从内部温暖起来。第三种是事业或人生明显卡在一个关口，怎么也过不去的人，您不是没有能力，也不是不努力，可就是每次都差那么一点点，好像总有一层无形的屏障。红色在冬至这一天，对于这样的朋友，它的作用是推动，破的不是外在的具体困难，
而是您内心深处那股不敢往前冲，觉得自己可能不行的迟疑之气，用红色给心里一个积极的暗示和推动。第4种是做决定总是犹豫不决，习惯性拖延的人。事情来了，反反复复的想，好不容易想清楚了，又拖着不去行动，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红色在冬至这一天，对这类朋友来说是帮您定心智，让那股属于火的果断、明朗的能量升腾起来，压倒过多的思虑，推动您把想法落地。第5种是情绪长期低迷，对什么都提不起劲，感觉生活没意思的人。这种状态最需要警惕，它往往不是身体器官出了什么大问题，而是驱动生命活力的心火比较微弱。冬至是一年中引动火能量而相对合适的日子，因为这时寒气盛极，需要暖气来平衡。如果错过了这个顺势而为的时机，想要再调整，可能就要等上更久了。那么红色该怎么穿呢？同样不是越红越夸张越好，最好是贴身穿住，质地柔软温暖，比如一件红色的内衣、袜子或者一条围巾。关键是让这个颜色靠近您的身体，感受它的温暖感。您用红，首先是给自己一种积极的信号和能量支持，而不是为了张扬给外人看。讲到这里，您可能已经发现其中的关联了。黄色主稳，红色主动，一个是往下扎根的力，一个是向上生发的芽。冬至这一天，您选择穿什么颜色，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在挑衣服，而是在为自己来年整个的能量走向做一个初步的选择和设定。刚才我们详细讲了黄色和红色以及分别适合的人群，现在我要讲一个非常关键但很多人最容易忽略的问题，有没有人在冬至这一天既不建议穿黄色也不建议穿红色呢？答案是有，而且人数不少。这类人我通常会特别提醒，因为他们往往最容易跟风，看到别人说穿什么好就赶紧去穿，结果可能让自己的状况变得更复杂。第一种是刚刚动过手术或者经历过大病，正处在身体恢复期的人，这个时候您的气血就像战后的家园，正在缓慢的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修复。冬至这一天最需要注意外来的强烈的能量干扰。红色会让气往外往上冲，可能扰乱修复过程；黄色会让气往中间聚，也可能干扰身体自发的运行。对于这种情况，冬至这一天最好的选择是米色、浅咖啡色、淡灰色这类非常中性、柔和、包容的颜色，让身体在一个平静的环境里，自己慢慢去感受时节变化，完成内部的过渡。第二种是情绪长期处于暴躁、易怒状态的人，我不是指偶尔发脾气，而是指一点小事就能点燃怒火，平时也感觉胸口有股无名火憋着的人。这种人本身肝火或者心火就已经比较旺，不太稳定了。冬至如果再穿红色，无疑是火上浇油，来年脾气可能更急更冲，容易引发冲突甚至健康问题。穿黄色呢，在这种火旺的状态下，也可能让脾胃产生湿热。这类朋友冬至这一天的核心是先降先收敛，而不是生发，适合安静休养，穿点冷色调深色调的衣服，帮助情绪沉淀。第三种是正在处理重大是非官司或者复杂人事纠纷的人。当您处在一个气场混乱、对立、不稳定的环境中时，最需要避免的就是显眼。红色太过张扬醒目，容易把矛盾激化，把本来可能协调的事情推到必须公开对立的台面上。黄色则可能让您在无形中把更多的责任和压力揽到自己身上。这个时候低调是保护自己的较好策略，穿得朴素不引人注目，让气场收敛，更有利于平稳度过难关。讲到这里，您应该能明白一个更根本的道理了，颜色本身不是万能的，它只是一种方式，一种与时节氛围互动的方式。真正重要的是，您有没有清醒地认识自己当下的状态，并且顺应冬至这个特殊的时候，去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而不是盲目跟从别人。现在我们把冬至这一天最后需要注意的3件事说清楚，这3件事配合您选对颜色，才能像一套组合，真正为来年开一个好头。第一件事，冬至当天尽量不要急着做重大的决定，比如签署重要的合同，进行大额投资，或者决定人生方向的变动。无论您穿的是黄色还是红色，冬至这一天的核心都是感受和调整，是让自己的身心状态与新生阳气对接，而不是立刻用它来做具体的事。气刚刚升起，还很不稳定，这时候做重大决定，容易因为判断不够沉稳而事后后悔，把它当做一个准备日、调整日。第二件事，冬至的饮食要注重收而不是补。很多人觉得冬天要进补，冬至更是大补之时，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冬至是易阳生，阳气非常微弱，需要小心翼翼的呵护收藏，而不是用滋腻厚重的大鱼大肉去消耗脾胃的运化能力。您穿黄色是为了稳脾，穿红色是为了引动阳气，如果饮食在乱吃补品，
只会把刚刚理顺的气机搞乱。这一天，饮食清淡、温热、好消化为宜，比如一碗热乎乎的粥，几样简单的蔬菜，让肠胃也得到休息和调整。第三件事，冬至当天晚上务必早点睡觉。这句话听起来最平常，但却最实在、最有效。晚上11点前入睡，是在用自己的行动帮助身体把那点出生的宝贵的阳气好好的藏起来，封存好，供来年春天生发使用。您颜色选得再对，如果这天熬夜不睡，就相当于把刚刚点燃的小火苗放在风口吹，或者把刚接好的气给浪费掉了，效果大打折扣。可能有人会问，陆老师，那我冬至这一天选对了，后面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一路顺风了？我告诉您，不是的。指望靠穿一天衣服就解决所有问题，这想法本身就不现实。冬至只是一个开始，是您为来年按下的第一个启动键。您按对了，后面整个的运行才可能顺畅；您按错了，后面可能怎么调试都觉得别扭。所以我今天在月火晚年说的这番话，不是讲给只想图个新鲜、凑个热闹的朋友听的，是讲给那些真心愿意为自己的生命状态负起责任，愿意从细微处着手改善的朋友听的。我再重复一遍我最常说的话，生活它不是一条定死了不能改的路，它是一段一段由我们每一个选择、每一个行为走出来的。冬至这一天，您如果愿意静下心，顺应一次时节的规律，也顺应一次自己内在真实的需求，哪怕仅仅是换一件衣服的颜色，这都是在向自己传递一个信号，我准备好了，我愿用一个新的、更和谐的状态迎接新的开始。您不需要执着于我说的每一个字，但您可以记住一个简单的原则，能稳得住的人才有资本在后面发力行动，而能行动起来做成事情的人，前面一定经历过稳住心性、夯实基础的阶段。前面的内容我们算是把冬至当天的要点说完了，但这还不是全部。就像播种，冬至只是把选好的种子埋下去，后面的发芽、生长还需要持续的照料。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才是让这次选对颜色的力量真正延续下去，影响您整个来年的关键。冬至之后的30天，您该怎么做？我一直反复强调，冬至不是一天的热闹，它是一整年状态的起手式。您在这一天选对颜色，只是校正了方向，迈出了第一步。真正决定您来年走向的是冬至之后的30天，您有没有把这股接引来的新生的气用在正确的地方，小心的养护它？很多人习惯等到新年元旦，甚至农历正月初一，才想着要制定新计划，改变自己。我常跟他们说，到那时候，你已经比懂得顺应时节的人慢了一拍。真正调整生命节奏、转换状态的黄金时间点，不在元旦，而在冬至之后。因为天地间那股让万物复苏的阳气，就是从冬至那一刻开始，一点一点，非常微弱，但又无比坚定地生长出来的。您要想顺势而为，就必须要跟上它的节奏。它慢，您也得慢；它要长，您也得帮它长。我给大家一个冬之后30天的大原则：所有事情宁可慢半拍，也绝不要抢一步。为什么呢？因为这刚生出来的阳气，就像刚从泥土里冒出头的小嫩芽，娇嫩得很。您看着它长得慢，心里着急，想去拔苗助长，看起来是帮它，实际上是在伤害它生命的根本。具体来说，有3件事需要您特别留意。第一件事，冬至过后的头7天，尽量少说话。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难，尤其是对于性格开朗、爱交流的朋友，但您要理解，这7天是身体内部气机随着天地之气转换，进行重新排列、归位的时期。您每说一句话，尤其是带着情绪的争辩、解释或是闲言碎语，都会牵动心气，让内在的气产生不必要的波动和消耗。这对于刚稳定下来或者刚被引动的气场是一种干扰。特别是选了红色想要启动的朋友，这7天更要留意。红色给了您启动的出动力，但火点起来之后，要让它均匀稳定的燃烧，归入正位，而不是到处乱窜。少说话就是减少对这股心气的不当拨弄。第二件事，冬至过后的15天左右是整理旧账的好时机。我这里说的旧账，不单是指金钱债务，更是指那些陈年的旧的关系、旧的物品、旧的文件，甚至于心里放不下的旧念头、旧恩怨。这是一个清理的过程。您看，您选黄色是为了让土更稳健，但如果这片土里面塞满了乱七八糟的旧石头、旧垃圾，新的养分、新的机会怎么能顺利进来呢？很多朋友觉得好运不来，不一定是没有新机会，可能是旧的人事物占据了太多空间和能量，把通道堵住了。趁这段时间，该丢的丢，该理清的理清，该放下的在心里真正放下，给心气腾出地方。第3件事，整个冬至后的30天，尽量只做熟悉的事。什么叫熟悉的事？就是您已经有经验、有把握、懂得其中门道的事情。这30天，
您的主要任务是养气，是小心翼翼地呵护那点出生的阳气，让它慢慢壮大，而不是去拼命开拓全新的充满未知风险的领域。不要在这时候突然辞职转行，不要投入完全不熟悉的投资，不要开启一个完全没把握的大项目。这就像养育婴儿，先给他一个稳定熟悉的环境，喂他熟悉的食物，等他体格健壮了，再带他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这30天求稳就是求进。我再讲一句听起来可能不太刺激，但非常真实的话，真正的好状态顺利的时候来的时候往往都是静悄悄的，他不会敲锣打鼓的告诉您我要来了，而是您在某一天突然发现最近做事好像顺手了一些，遇到的人好像好沟通了一些，自己的身体也感觉轻松有劲了一些。这些积极的变化通常就发生在您没有乱来，安安稳稳顺应时节养护自己的时候。好了，现在我把整件事情给您做个总结收尾。冬至这一天，几个生肖的朋友可以借助黄色来求稳，稳住自己的根基、脾胃和心气。几种情况的朋友可以借助红色来求动，点燃行动力，打破僵局。这个稳和动看起来方向相反，但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您如果内在稳不住，那么任何外在的行动都容易变成慌乱的奔波。反之，您如果只有稳而一点动的意愿和力量都没有，那这种稳也可能变成缺乏生机的一潭死水。说了这么多，最终目的不是要您死记硬背哪个人该选什么，我是希望您能记住一种态度，对天地自然规律存有一份敬畏和观察之心，对自己内在的身心状态保持一份清醒的觉察。在感觉不顺的时候，您如果愿意从一个节气、一件衣服的颜色，甚至一顿饭的选择开始，为自己的人生方向做一点点细微的校正，那么您已经比大多数只是抱怨却无所作为的人走在前面了。我常常感慨，懂得一点的人会去看周围环境，懂得再多一点的人会去关注时间节律，而真正通透的人最终会回归到看自己，了解自己的真实需求，顺应自己的内在节奏。冬至就是时间送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温柔提醒，一个校准机会。我的话到这里就说完了，该讲的道理，该提醒的要点，我都已经尽可能清楚地分享给您了。感谢您的观看与收听，欢迎您订阅关注月活晚年，愿您从这个冬至开始走得越来越稳，越来越踏实，也越来越长久从容。我是陆仁安，我们下期再会。